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常态单元分多期看电影 Feature 影评人左撇子。大家好，我是左撇子。等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出现这一盘巧克力吗？巧克力，今天我就是干爹。那这个是我跟多利合作的开发的一个巧克力，它叫 chocolate， 吃的会 chill 的 chocolate。会 chill 的巧克力吗？对。那你念起来好像没有很大差别。那我们加了一个很特殊的精油，那这个东西是要从美国进，巧克力里面有很多的元素。那这个精油跟巧克力里面的一种素，刚好可以让你放松。OK。对，那我们自己在试吃阶段就已经吃到就呛掉啊，所以吃巧克力可以让人呛，会让你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没有酒精嘛，对不对？没有酒精，零酒精，都是合法的。所以你的意思说它有点像是，例如说用薰衣草精油让自己比较放松，然后这个巧克力也是因为它加了某一种精油，吃下去的时候，巧克力加精油是很妙，可以让你放松。就像是大家知道薰衣草的精油可以用本体，你用精油也是可以放松的。然后我们加了一种特殊的精油呢，1块半块，其实很多人就会有放松的状态，就是一个更好的状态去体验所有事情，包括看电影，包括去做冥想，我觉得都还蛮有帮助的。OK， 那也跟我们今天带到的电影是有相关的。好，那为什么今天挑这个巧克力来配我们电影？就因为我们今天的电影是脑筋急转弯，不是，错了，灵魂急转弯，是同一家做的，没错，都是皮克斯。它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灵魂的爵士乐乐手，他其实是一个音乐老师啦。那他的志向是我想要站在舞台去表演。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跟当时候最有名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合作。登台的前一天，他就掉下去就挂了。过程这个灵魂呢，就是穿到死后的世界吗？对。那在灵魂的世界有很多种的他的创意跟布局，这件事情是待会我们想聊的。OK， 例如说做股毕业班啊，或者是投胎先修班，它的英文叫做 Great Beyond， 就是在你过世之后的那个大世界。跟你的 Great Before， 就是在你要投胎之前的一个先修班的概念。那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因为你对于灵魂的认知肯定比我们懂。有没有类似像是做股毕业的这个概念存在？做股毕业班其实就是在动画当中是一群已经经历了非常多次转世投胎的灵魂，他们已经觉得不需要再透由转世来学习了，所以他们就会像是走上一个光的阶梯，然后回到光中，回到源头，回到一里面。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生而为人的体验，这个经验已经够了。确实是有听过这样子的论点。像我就有听说过，例如说贾伯斯，他基本上应该就是处于这个做股毕业班的，他已经觉得人生体验到一个程度了，不需要再来了。生而为人最大的可能性、最大的潜能到哪？他觉得他已经大概了解了。但是真的会有这一天吗？我们应该还有什么东西体验不完吧？可是，例如说你不当人，但其实宇宙中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当啊。我觉得其实，在电影里面，他们进到那个光中的时候，那有点像是某一种转运站啊。那人类跟学习如何转生为人的那个学校结束之后，其实他们就上了台北转运站那种感觉，然后就进到那个光中。那转运站会转去哪？其实电影并没有都没有讲，就是因为没有讲，所以我蛮好奇的。然后乐手嘛，他就是不想死，他觉得我明天就要表演了，我要回去，所以他不敢去那道光里面，他就逃出来。逃出来的过程中，穿越了很多有趣的画面，就像是如果你看过了脑筋急转弯，也是有人被压扁啊、二维的这样子的概念，到了一个地方，投胎先修班，就是准备要投胎之前，你要先有一个预备学校。那在这边呢，所有的灵魂分发到不同的情绪馆，你可能就是厌世派的，你可能就是易怒派的，就是去那边收集你的个性之后，然后去收集你的火花。之后都是就是你的热情、你的渴望、你的所在。对，你认为我这辈子去就是应该有这个目的。对，就像是你旅游、温泉之旅或是赏枫之旅，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那22就是没有理由，就像是签证不给你过一样。所以这个故事在找这个过签证的概念了。就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花火。我记得你之前分享过，就是很多人会问你说，我们这辈子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找到我那个人生要追求的东西，其实就跟主角或者是那个22很像。因为这一题真的很常在，就是不管是做相谈的时候，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常常会被问到，我被问到，或者是芬多奇被问到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是，你的火花
应该是你自己知道啊，怎么会是我知道呢？对啊，这个东西是当你去了解你自己内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的。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因为认为自己是没有足够的权威跟力量，所以他会宁愿相信别人跟他说的。但是很有趣的是哦，我想要听你讲我的花火是什么，可是你讲了以后，自己会知道。不是 yes or no， 其实自己都知道的，有点像是我带着一个答案，然后到处去问问题，然后我想要看你的答案跟我答案有没有对中。你明明自己就知道答案的，但是你可能觉得你不相信自己的答案，所以你才会一直到处去找人家问。而且其实所谓的花火，就我的理解，其实不像电影里面当中就是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对，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面向的。那么这么多条路，其实自由意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那你总是要做出选择，那选择权还是在自己身上。当你自己不选择的时候，别人帮你选的，那也没有力量。我之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劝说，是不是你没有好好的活着？当你好好的活着的时候，你自然会找到你的火花。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到处再去问，而是去做。因为在原地问问题是找不到答案。只有透过你的体验，你才知道那些东西，而且那会真的不止一个嘛。绝对是很多个。那讲到花火好了，左撇子你的花火是什么？超多。大学朋友送我一句话，说很符合我的人生态度，就是 live every moment to the fullest， 把每一分钟活到最充满、最高级的满度就好，最充分的体验。对，然后就算这件事情卡关也没了，就摆着，我就要回台的时候，像是我的钢琴。小时候学过，还去当了乐团的 keyboard 手过，就停了很久，因为一直卡关。然后到最近突然一个启发，我就开始回来谈一些电影相关的东西，因为我结合了电影了。因为大家可能以为电影是我的花火，那其实不止。你又说我要变得很强很强很强嘛，跟别人比都不够强，可是对我的生命来说，我一直在进步，那就够了。而且我不在意这个可以多大，但是它持续在我体验燃烧，我觉得就好了。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一次意识到，就是自己对什么事情有热情的时候，是在高中要选文组理组的时候。那时候2个方向，一个是我想要去当医生，如果我做理组的话，因为我想要疗愈别人，我想要协助别人。那另一者是我想要传递就是有意义的讯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想要走大众传播这样子，那就去读文组。我还是决定先从就是大众传播这边开始去学习。那2个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我有兴趣的事情，而且感到热情的事。结果走着走着，我原本是一个摄影师嘛，每天拍，每次拍都觉得有一些新的发现，又发现了自己的潜能，然后也更认识世界了。然后我对于这个工作是充满热情，而且很喜欢的。就拍后来，我可以通灵了。我是在传递讯息，然后同时也疗愈了别人，然后协助大家扩大自己的视野。那也是我另外一个花火啊。我就发现，其实这2个花火并没有互相违背，而且它其实可以同时并存。然后我现在还是持续的在拍片，然后也持续的传讯。要说哪一个是我的天赋吗？都是啊，就是不断的去发现，原来我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有潜力。这件事情跟我好像也蛮像的耶。对啊，对，因为大家都只知道我是影评，但不知道我是化学系的人。我在研究所念的是这样的工程师路线，但是我出来当影评，大家觉得，你就浪费了你化学系跟光电所的经历这样子。但没有，我回来了，就是巧克力，话题也回来了。哇 ，OK， 厉害。所以你等于是把你化学相关的背景知识也应用在你现在想要开发这个产品上。没错，就是你过去经验不会浪费啦。然后我们想要让你试试看这3种巧克力，其实我们还分了3种口味啦。OK， 加了不同东西有原味。我们用一种叫做贴息的精油，这一款就是草莓咳嗽的贴息，然后这个后面我们用了另外2种不同的贴息，搭配果干跟坚果，就是3种不同口味的精油的概念嘛。对，然后其中一种一定会是你最有效果的东西。这个对身体无害哈？无害了，无害。想象一下，就是精油是透过水蒸气让你吸嘛，对对对，只是我们换在巧克力。哦，但也因为巧克力的元素跟它是会有对应效应，大家都说知道嘛，巧克力本来就会让你开心愉悦，它会强化那个能量。那我们就来吃吃看。那你剪的过程，我顺便讲一下，就是电影里面有讲一个叫 zone 的概念，zone 就是我们刚刚也类似的心流的概念嘛，那就是你在忘我的时候会进去的地方，没有时间跟空间感，然后非常专注。那 zone 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身心是放松的。但是打棒球的人太过用力，我想打好，通常打不好。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他会打特别好。在一个他放松又专注的状况下，会表现得最好。对，所以你是说，这个是有帮助的，让你放松。
我们的果干是用台湾的虎凤羊，特别贵，特别好，因为台湾凤梨好啊。我最喜欢是这一款啦，我们用了 Banana Kush 的精油，加上了凤梨果干，它就是个很热带，所以我们叫热带旋风。确实有一种精油的那种香气在里头，蛮浓郁的。这个坚果的来吃一下。巧克力随着时间跟温度也是会变化的哦，冰过会把它的精油的味道再降低一点。然后我们的巧克力也是挑很好的巧克力，我们用到了雨林认证，热带雨林的雨林认证，就公平交易得出来的，就跟咖啡豆是一样的。然后质感是一定有到一定水准的。让你放松的精油，然后加进去以后，是可食用精油啦。所有的每个环节，包括巧克力，包括 terpene 的选用，包括坚果的选用，都是我们反反复复花很多时间去尝试的。这也就是说，这可以帮助人家就是焦虑或紧张的人，是可以协助他放松的。对，我自己的酒吧有试过，你不用喝很多酒，你吃一片，然后喝1-2杯，都会达到一个很棒的状态。因为喝酒大家知道身体会变沉重。不舒服的感觉出来，但是你吃了它去搭配，你就不用喝这么多酒，就达到一个你想要的感受。那我也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静心、去做冥想，甚至你要工作，都是一个更好状态来做工作。那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个人对那个灵魂讲的话，都变成他一个负能量的膜，外在的人给他的负面评价，而且关键可能在于讲话当事人他并不是这样的情绪。可是听到他心中之后，那个东西变得很大一只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话，在他听的人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讲的人他很容易不小心犯错，那他该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有几个面向，一个是说话的人他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去说这个话，那通常会造成对方的伤害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我们讲身心灵就叫做是爱的匮乏，他一定不是带着全然的爱去诉说这句话的，而很多时候他的那个批评，其实也是去批评他内在自己。就例如说，我不允许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我看到一个很小气的人的时候，我就会骂你。那他一定也是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原谅过去的自己。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听的人，你何必要把人家对你说的话那么的当作是在伤害你？一旦我们了解到他在骂你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骂他自己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骂我很小气，那我真的好，我就静下来看，我是不是真的很小气，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检讨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那其实他把他内在的东西投射在我身上而已，我其实也不需要对这件事情太过在意。那我如果会受伤，就表示其实我认同他批评我的东西嘛。因为如果我不认同的话，基本上我不会感到有伤害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以有人骂我是疯子嘛，或者是我通灵吗？我传讯有人说，我是不是人格分裂啊，还是精神失常啊、思觉失调啊什么的？那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状况啊，我知道我是谁，而这个东西不需要因为一个不明白状况的人的一句话，就变成对我的伤害。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怎么样去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谁，这个力量是不是真的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你一直把这个批评你跟定义你是谁的这个权利丢出去给别人。对，一旦你把这个权利丢出去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受伤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挞伐跟鞭打自己。在这个资讯的时代啊，大部分的人很想要听人家定义自己，因为在这个社群的时代，我们每天不是都得到越多人的称赞、爱心，就很像是更有价值的人。那这个东西是需要透由别人来给予的，所以大家才会渐渐的会把自我的价值定义在别人给自己的评价上面，但反而就会因此迷失，然后觉得自己很弱小、很没有力量。但我就觉得科技发展确实来到这个点的话，就会是一个双面刃。所以刚刚大宝分享的这一段，就是你要回归自己，能够把这些造成你负能量的焦虑、不安跟执着都放下的时候，看清你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才可以重新好好的活着。再怎么帮助，都是要你自己去做，东西只是辅助，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观念跟执行才可以达到。结果我们今天1分多期好像不用来，这些问题蛮多，我们就可以自己分享了。因为我在问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答案了吧？然后我也知道你会怎么答。好了，那就祝福看到影片的所有人都可以去不停的开发你们内在的潜能，把它真的开发出来，实现在生活当中，你就会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专长是什么了。不要害怕，去做吧。如果真的紧张、焦虑、放不下的人，试试看我们巧克力吧。我们在11月就开始上架，然后欢迎大家试试看，或许对你有帮助。是不错吃啦，是不错吃啦哦，好。好的，感谢你，拜拜。拜拜。